如果灭霸的手套不是用来打响指，而是用来摸人，那么又会有什么效果呢？放学不回家，老妈气得就要变一拳超人。蓝胖子还想劝两句，可老妈一个眼神，小短腿立马怂了。打工人打工魂，打工都是人上人。看到前来营救的蓝胖子，大雄猛然哭泣。听说自家孩子又被虎发人下套了，立马掏出替身手套。这是一个神奇的手套，只需轻轻一碰，就会被迫营业。这就叫大难不死，必加倍还之。远远看到胖虎，蓝胖子让大雄大胆放心的上，本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，大雄给小伙伴们摸了个遍，决定坑死虎父没脾气。可到处兜的道具就如同泼出去的水，有出无尽。眼看蓝胖子开启说教模式，大雄气得像个120个月的宝宝，脚底抹油如纸片般飞出，开启日常作死模式。大雄华丽的低空飞行，竟连40岁老阿姨的身体都不放过。蓝胖子得到了手套，可又感觉没得到手套。大雄刚回到家，就接收到了来自女帝的愤怒。大雄随手一拍，收电费的大叔成了背锅侠。玩嗨的大雄回到房间，竟当着蓝胖子的面主动掏出了作业。事出有因必有妖，只需一掌，蓝胖子做起了1+1=2的地狱级别难度的数学题。老妈让大雄去跑腿，大雄邪魅一笑，对老妈使出了平 A 攻击。老妈自己成了跑腿工具人。万事有人做，大雄就想去找媳妇儿双休，可冤家路窄，虎父迎面走来，大雄玩命逃窜，就把自己送进了死胡同。眼看胖虎要变一拳超人，重拳出击，大雄轻轻一碰，小腹就痛到不能生育。来到媳妇儿家，岂料媳妇儿也是个拔草工具人，而且还约了学霸共度良宵。光天化日必有奸情，东亚醋王又上线了，表面要帮老弱病残，反手就对学霸一个回手掏，送走了学霸。大雄连猫都不放过，还美名其曰再不减肥就是第2个蓝胖子了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天下对象不好找。大雄舍不得离开，却把家人气到原地爆炸。再回家时已是深夜，但手套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可一个平地摔，要出意外了。大叔上一秒还在扶大雄，下一秒就走进了家门。虽然家人满嘴怨言，但这都是源自对大雄的关爱。房门一锁，真大雄就成了无家可归的留守儿童了。那么大家觉得大雄这波操作干得漂亮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短腿就跑得慢吗？大错特错，只要吃了它，小短腿也能时速超火车。成天就知道混吃混喝，不做作业。蓝胖子都快气成250斤的胖子了，可作业认识大雄，但大雄他不认识作业呀。反正做了也全是错的，大雄决定能拖就拖。一看大雄到了拖延症晚期，蓝胖子直接开启说教模式。可大雄的拖延症是与生俱来，蓝胖子只好拿出快速慢速定，用了快速定就会变成电动小马达，慢速定则相反。可正生孩子谁爱吃药，生怕蓝胖子下黑手，大雄套路蓝胖子，让他以身试毒。蓝胖子还真就上了套，一粒下肚秒变炸药包，把大雄塞到桌前逼他学习。可1+1这种题简直难于上青天，大雄决定找静香进行双休。大雄刚出家门，蓝胖子就以为大雄已经问完回来了，一听还没出发，把大雄举高高，直接送到了未来嫂子家。脱鞋问候一起来，吃喝放屁同时行。可题还没来得及问，蓝胖子就拖着大雄往家赶。大雄被无情摩擦，见识到了药效的恐怖。大雄劝蓝胖子赶紧服用解药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蓝胖子又干了一整瓶快速定，改革春风吹满地。蓝胖子你是真给力，小短腿快到想拿解药都停不下来。看到蓝胖子跑得如此哈皮，大雄觉得真不错。可大雄的负智商不是浪得虚名，果不其然，想吃快速定的他一口闷了慢速定，成了树懒中的极品懒。刚要往家走，蓝胖子已在家中跑了1来回，听说大雄还没回来，又风驰电掣，消失在人前。再不吃解药，蓝胖子都怕自己运动过度，不再是那个圆头大脸的猫捉海王了。大雄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1步2步3步慢悠悠，都给虎父2人看呆了。岂料大雄竟跟蜗牛比起了赛跑，这孩子的脑瓜子不会是让地雷轰了吧？还没来得及吐槽只有更慢的大雄，虎父2人又碰上了只有更快的蓝胖子。可话还没说出口，蓝胖子就自杀似的快速跑了。大雄终于到了家门口，可万万没想到没人开门。大雄这一等就等到了夜深人静，坑完自己坑老爸，这么鲜艳的糖果，吃货爸妈还是没扛住诱惑。大雄本想出口劝阻，可就他现在这速度，话还没说出口就已经晚了。
药效终于过了，把蓝胖子都累成哈士奇了，拖着最后一口气回到家。可爸妈药效正猛，大熊的作业看来明天是交不上了。大熊拖延症晚期，吃了快速定会有效果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夫睡得正香，就见刺客破窗而入，明摆着他们是来索命的。可刺客们索的却不是命，谁不想做个土皇帝，妻妾成群？大熊也不例外，也不管蓝胖子收拾道具有多忙，开口就要先来几个小弟，让自己高枕无忧，吃嘛嘛香。蓝胖子都惊呆了，正值壮年就要提前体验老干部的生活，但蓝胖子还是拿出了家臣组合。虽然现在没外人，但认主的仪式还是得体体面面。大熊一顿实际领导式演讲后，就布下了第一个任务：拿果汁。接到任务，家臣们摆着大阵仗，步步为营，躲过家中最危险的老妈，来到了厨房。可眼前好比一座大山的冰箱，却难倒了家臣。但有困难就要克服困难，娴熟的飞檐走壁，再利用杠杆原理摸上了冰箱，人多力量大，合力拉开冰箱门，最终再掏出巨型果汁。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岂料这是碳酸饮料，刚开局就挂了一个。大饱口福之后，就要大饱眼福了。人只要往那一躺，一套龙服务给你送到家。大熊成天混吃等死的乐观态度，老妈气得就要变一拳超人。可满级咆哮还没结束，家臣就出动了，人手一把小刀，就要把老妈变成串串香。大熊都惊呆了，生怕老妈以牙还牙。一听刚才行刺了太后，家臣慌的就是原地蹦迪，但犯错了就要勇于承担。眼看家臣就要切腹谢罪，这下大熊慌了，只能原谅了家臣。就算身高只有10厘米，那也是一条小生命啊！一天不见媳妇儿，大熊甚是想念。殿下驾到，速速跪迎。可这奇葩的出宫造型，只要大熊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永远是别人。静香开门用力过猛，撞疼了大熊，便想用美食牢牢抓住夫君的胃。眼看家臣又要出击，大熊连忙说：“这是你们未来嫂子。”切腹戏码再次上演，静香端来了巧克力蛋糕，两人刚要当个干饭人，家臣又作妖了，怀疑静香在蛋糕中下了毒，要以身犯险替主子试毒。陆母怀疑这群家臣不单纯，用行动让大熊助孤生。蛋糕摆在眼前，家臣竟自备了筷子，一口下肚，简直人间美味。没忍住又来了一口，还怂恿其他家臣挨个试毒，毒是肯定没有的，蛋糕也快没有了。蓝胖子吃的那叫一块蛋糕，大熊那只能叫一口蛋糕。再次摆着大阵仗回府，大熊就感觉心力憔悴。路过空地，正好碰到小夫在使坏，这么漂亮的灵蛋，也只有大熊能配得上。明明上面就写着大熊本熊的名字，小夫还一脸茫然，我以为此熊非彼熊呢。大熊气得就要开始平 A， 却被胖虎强人所难。如此不共戴天的奇耻大辱，大熊算是记下了。家臣拼命护主，却不敌胖虎的陈年老脚，临走前还不忘做个鬼脸，再送上一波暴击。大熊被气得癫痫症发作，家臣却无能为力。但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，家臣们全副武装，要为主子鸣不平。蓝胖子半夜起床嘘嘘，却发现家臣离奇失踪，顿感大事不妙。小夫此时可能已小命不保。此时小夫家的庭院里，战鼓已敲响，小夫的鼾声好比拖拉机上了床。可一睁眼，家臣已破窗而入，眼看家臣步步逼近，小夫怂得像个小学生。就在小夫要被送上西天之时，大熊赶到了。岂料家臣们所谓的复仇，竟是以眼还眼，大熊都看呆了。毕竟人有多大个，就要出多大力嘛。如果小伙伴们有家臣，会让他们做什么呢？